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尔南哦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会为各位带来呢这一次2测的所有改动内容。你先不要吵啦，妹妹。很多人呢也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不做李月汝的影片？那现在又出了韩续，你会做韩续的影片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个人呢为人正人君子，是绝对不近女色的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你看吧，对吧？我女儿都这样说了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测试伺服器又来紧急2测啦。相信大家看完了上一部我们的 Dwayne Wade 的那个测试影片之后呢，都发现这个角色相当的牛逼啊。那么为了避免呢我们的麦迪之乱再出现第2次，这一次呢他也是做了一个紧急2测调整。那么调整哪些部分呢？我们会来带各位一个一个的来一探究竟哦。南开高热。爽就站起来啦！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，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，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，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。那么我们先从这一次的主角开始看，也就是韦德。那首先呢是他的大招闪电调整。buff 了2个地方，第一个是他的闪电调整的动作速率增加，第二个是他的1.5米内对手降速的效果呢，改成是1.8米内降速。那么这2个呢是属于 buff 的部分。再来 nerf 的部分呢，是他从原本开一次大招可以立刻获得2层动能，现在改成只能获得1层动能。那这个对于他的防守来说呢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削弱。虽然对他来说得分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，获得动能这没什么。不过呢，从2层削弱成1层，那真的是差蛮多的哦。那么我自己觉得呢，这个加快算是蛮有感的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闪电调整的速度，它会像这样。非常的快哦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大招加速，再加上呢，他把对方降速的这个范围又变大，一来一回呢，其实可以把对方甩蛮长一段距离的哦。我们来看啊，像这样。有没有对方直接被你粘在原地不动哦？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韦德他的第一个大招技能的改动。那么再来第2个动能转换，它的效果调整呢，变成是在任意突破过程中，如果被撞停的时候，它会从原本消耗1层动能改成消耗2层动能哦。所以现在这个角色它对于动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哦。如果你要防止在撞停后被停球，你必须要保持在2层动能以上哦。那么另外是呢，在你发生这一个撞退对手后之后，你衔接的突破呢，会从原本的是往前突破改成是贴地飞行哦。那再来下一个普通技能贴地飞行的效果调整成，它会略微增加向内突破的动作速率。这改动呢，我觉得算是蛮合理的。这样一来呢，韦德他就没有办法借由这一个贴地飞行来达到球打3分的效果。那么这个也非常符合这个角色本身的特性啦。毕竟呢，韦德生涯命中率大概3/3而已哦。你说球打3分，那是真的有点太离谱了。那再来这个半转身运球呢，我觉得它运球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后半段的部分，比起原本的那个版本还要再快了一些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样，它后面这一拍其实算是蛮快的，但是再快，它前面都会经历过一个超级慢的转身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这样肉眼看上去呢，个人觉得不算难跟哦。好，那么再来下一个改动呢，是这一个迷踪干拔。他在释放迷踪步上篮的时候呢，第2步点击迷踪干拔后触发后仰投篮，它移除了你在迷踪步上篮的时候呢，第2步点击迷踪干拔可以触发后仰的效果。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会看不太懂哦，那么我来快速解说一下。原本呢，他在做这个迷踪步上篮的时候，他会有1、2步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上一个版本当中呢，你可以在这个第2步的时候呢，去触发后仰投篮，但现在已经不行了。现在如果你要用这个触发后仰投篮的效果，你只能在他上篮第1步的时候去接这个后仰投篮，大概就是改了这个地方哦。然后再来有一点是小幅降低3分线外远距离使用迷踪干拔的命中率，但是在这整个改动里面并没有去削弱韦德的3分能力哦，所以我们就来快速的随便打一场来测试看看韦德如果全带3分命中率大概是多少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带的是3分加25的这一套潜能，目前我们的3分属性是142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一些之后比较常见的对战组合来试试看，它的命中率是不是跟上一个版本一样这么神勇？好，那我们要如何测试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电脑呢是守不住这一个反向的干拔的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可以几中几。那再搭配大招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连续命中3分哦。2中2，
3中3，不是啊，生涯命中率3×3的，你跟我讲3中3，这有点离谱喽。4中4，哈，5中5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等一下，这不太对劲啊！哈，6中6，认真，而且刚才那一球还是超远3分啊！哦，终于没进了，到了第7球的时候没进了，所以3分是7中6的水准啊！哇，7中6，这啥鬼神数据啊 ？OK， 8中7。啊，这个是2分。OK， 9中7，好啦，9中7，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有点太离谱了啦。但这个出不出得了测试服，这个我们就看米宝怎么说咯。那最后一个改动就是它的这个迷踪上下步变得稍微顺畅了一点，但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好啦。没什么差。以上呢就是韦德这个角色全部的改动了。那么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算是 nerf 居多。不过这个 nerf 只是把它从原本超标的强度变成合理的强度哦，所以这个角色是绝对还是可以玩的。好，那么再来下一个角色 Dylan 它的改动呢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大招原本是700-800点改成900点，然后破坏抢断呢，冷却时间从4秒改成6秒。那么这两个削弱，我觉得对这个角色来说根本就不痛不痒哦。因为这个角色最恶心的从来都不是大招，或者是刚才的那个冲刺，最恶心的一直都是他的这个让对方干扰区变大的这个能力啊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有多夸张啊！而这个变大也不只是让你自己更好守哦，更让这个被你对位到的人呢，他被别的协防者踩到干扰的几率大幅提升，所以我认定这个角色他是会必定再次迎来第2次削弱的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变大的速度之恶心啊！这个就可以想到上次有个观众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狄龙遇到欧文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因为干扰区变大，也就代表着狄龙他被晃倒的区域就变大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来实测看一下狄龙遇到欧文会发生啥事。那么当我如果是站在这个最极限的范围去用这个大招，他也是真的会被晃倒的。所以狄龙的克星我们找到了，就是Kyrie Irving 啦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干扰的范围变得超级大，所以他就超级容易被晃倒。即使我站在这个最边缘的地方，他也会吃晃哦。哇，所以呢，之后这个狄龙高几率遇到欧文呢，就是被晃成白痴喽。好，那么李月汝的部分呢，这个小弟我就非常抱歉啦。这一次我并没有做测试服的李月汝的影片，所以我老实说不太知道这一次的改动跟上一次有什么差别。那如果想知道的朋友们呢，也许可以去看诺斯的频道，或者是看熊哥的频道，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一个一个的来看每一只角色各改了什么。那第一个呢是中锋的部分 ，Pau Gasol 改的部分呢是前场斗士。进攻回合小幅提升卡位抵抗概率大幅增加的效果，好饶舌哦！小幅提升概率大幅增加的效果，简单来说就是大幅增加这样的意思吗？另外还调整了向篮下移动时无球移动速度大幅增加，并且持续时间会变成 1.5 秒。那感觉是想要把这只角色做成是打空间阵，并且呢，在他知道这一球没有进了之后，可以立刻冲进去补篮的定位啦。但这个角色它的弹跳值依然是挺低的，所以到时候如果对上对面的是韩旭的话呢，估计也是没办法抢到板的啦。那防守篮板呢也有所提升啦。那再来内切掩护的部分呢，只要每次掩护成功的时候呢，中投3分命中率都会增加，而且还可以叠加2层哦。那特别注意的是啊，在掩护成功之后都会增加叠加2层，也就是说我只要成功撞到对方2次，我就可以小幅增加这个命中率。看来就是想要强化 Pau Gasol 这个角色的空间阵属性了。然后再来是大半的部分，那大半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不实测了，因为大部分的技能呢都是直接针对它原本的数值去做削弱。比如说像是顶头不中的时候呢，篮板竞争值从大幅增加改成小幅增加，或者是无尽封锁
原本的效果是篮下4米范围内有360盖帽，改成3米内哦，大部分都是这种数值减弱，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实测的。总之就是关于盖帽、篮板全面小幅削弱，但是这个小幅削弱又能够把这个角色削成多弱呢？这个我在测试服里面打下来，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啦，所以能不能玩，绝对还是能玩。那么再来下一个，酷酷大帝，哇，这个厉害了哦！2级徽章双管齐下的效果呢，把每次盖帽成功后改成每次篮板失败后，所以现在这个角色他要叠到这个被动技能呢，也变得更好叠了。你的篮板范围跟你的后帽范围呢，都可以在每一次篮板失败后增加，还可以叠加3次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老皮啦，哇，目前呢稳坐 T0 宝座的狗脚终于迎来削弱了，但到底被削多弱呢？光看这个字面上呢，你可能感受不太出来削的多弱。我们直接来看影片。好，首先是这个真理终结上篮。速度变成是这样，那么跟原版比较一下呢，会像这样，应该有明显看出差别了哈。然后再来是这个单手暴扣，速度变成像这样，那么跟原版比较起来呢，会像这样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那么再来就是呢，这个对抗冲刺啊，它现在这个范围可以说是变得非常的小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距离。像这样，其实都推不太到人哦，跟原本的范围是差非常多的。那么原本会像怎样呢？原本大概呢是这个距离都可以推得到人，但是如果我现在是在这个距离，像这样，我几乎是你看超级难推到人，所以必须是你要整个贴着它，你才有办法真的推到它哦。那这招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改的刚好而已啦，毕竟之前是真的有点太过分了。那么所有对抗碰撞判定范围小幅减少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对于要防守他的中锋来说也算是一个大福音啊。好，那么在这一次的2测当中呢，官方似乎是知道上一次这一刀砍得太重了，所以就把他的对抗冲刺的 CD 改成上一个版本一样了，也就是11秒。但这仍然呢不影响他这一次全面削弱的事实哦。虽然回调了，不过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整体算是被削弱了。那至于这个角色到底之后能不能玩呢？这个就有待各位皮尔斯专家呢，在正式服上线之后呢，再来跟我们做个分享吧。那么再来是我们的最强佣兵 Durant， 那 Durant 呢，他也是加了一个小小的 buff。但这个 buff 呢，基本上有跟没有，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啦。Clarkson 的话，这个也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修改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重点啦，亚历山大。好，那么第一个是节奏变换，它的延迟向前诡异突破，衔接后续突破的手感有了变化。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像什么样子。好，所以它主要改的是这个向前的诡异突破。衔接到其他突破的手感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我们来看看原版长什么样子。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改动好像无关痛痒。那再来我们看下一个试探运球，释放犹豫突破后可以更快的衔接投篮、传球以及后续突破。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这个是修改后的。那原版是什么样呢？原版像这样，干嘛？在干嘛啦？哦，原版会有一个卡一拍的感觉哦，然后这个还蛮有感的，就是它在犹豫突破后，可以更快的衔接传球这件事情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修改后的。那这个是原版的，原版的会像这样。原版的它不知道为什么动作会卡卡的，所以整体来说算是给它的手感做了优化，但我觉得这个差别并没有感受到很大。好，那么再来下一个基德的部分呢，它的防守领军效果从2秒改成1秒，哇，这一点算是一个大 nerf 啊！大家都知道，防守领军就是它底下会出现那个黄黄的、臭臭的那一个。好，各位要知道，它的防守领军就是它的底下。在对方接到球之后呢，它的底下会出现这个黄色的臭臭的这道光，这个就是防守领军的技能啊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时间变得非常的短，你看这黄光出现一下下就没了，哇，那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 nerf 啊，2秒跟1秒我觉得是差非常多的。然后再来是它的沉淀3分，
从原本的设计值1200改成1350，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 nerf， 大概就是让它一场原本可以快要开2次，变成一场真的只能开到1次了。那再来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Derrick Rose 啦。那 Rose 呢，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有趣的改动，就是他在进入任意超载状态后的3秒内，他可以获得2种超载状态哦。所以如果今天啊我是黄光的话，我也可以直接冲进去暴扣，而且速度是一样快的，只要我在3秒内能够快速出手的话。比如说我现在从红光切成了黄光，那右上角就会有这个过载余温。那过载余温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我在3秒内呢，我可以同时拥有2种过载状态的加成哦。OK， 那这个改动我个人觉得算是蛮不错的，因为今天啊，如果我是在这个黄光的状态下呢，我也可以进去直接暴扣，而且是拥有一样的速度。那如果我今天是在红光的状态下呢，我也可以直接快速的去偷1个钟头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 Ray Allen， 哇，这一个对他来说可以说是重重的一刀啊。普通技能蓄势待发变成开场跳球时会有3秒初始冷却时间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开场的时候直接滑出去底线来投3分了。我只能说相当可悲 ，Ray Allen 玩家在厕所默默的哭泣。好，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所有角色的调整啦。亚历山大的雷霆后仰呢，他没办法在2分区域内撞到人，然后再误判成3分了。所以有一些人他如果在45度的位置呢，想要撞出去打个3分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还有再来是呢，部分内线球员释放补篮或补扣的时候呢，他的篮板竞争值小幅降低。简单来说，补篮补扣这个技能现在有点太强势了，所以他直接把所有的补扣、补篮全部一起削弱一点点啦。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，优化部分篮板球的轨迹，小幅增加弹框一次篮板球轨迹出现的概率啊！天哪，哇！所以以后呢，不能够直接秒跳秒板啦，很容易会跳空的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2次测试伺服器的所有内容啦。那么当然呢，还是要再呼吁大家哦，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呢，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，以正式上线为准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到了2测了，通常不会离正式版本太远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就到这个地方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，我是台湾男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。